欢迎来到与男生有约，今天约的是 Winter。Winter 你好。你好 Jeff。我们应该怎么叫你？除了叫我 Win 就可以了。Win 是不是？看到你有在换名字，对不对？对，我中文名字现在在台湾就换了，叫做艳红。吴艳红。吴艳红，对，换新的名字，因为在台湾发现说，哎，原来在台湾有算名字这样子，试试看换一下名字，搞不好会变比较好。之前英文名字叫 Winter， 对，这个 Winter 因为是从印尼那时候，我们有4个人，就我跟另外3个朋友，那时候我们的团体叫 Four Seasons。当年来台湾就是打着印尼 F 的称号，印尼 F 之一啦，对不对？好，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出道的第2年吧，后来就是 F4，台湾的 F4就红到全亚洲，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容易就是把团体把它联想到 F4，所以从印尼来就叫做印尼的 F4。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对不对？快10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什么样的合作的案子吗？第一次哦，记忆好像不太好了，有点忘了。我给你一个提示，其实我还记得。拍一些作品，对不对？第一次认识 Winter 其实是那时候也是杰夫刚创业不久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拍购物台的作品。购物台当时就是有合作的一些经纪人发来的。对。然后我记得商品叫做什么叶黄素啊，有。真的是印象深刻，是因为其实 NG 的还蛮多次的。好像是那时候在中文还不是太好。好像还有留那一个照片。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对，有什么跑车的，对不对？对，我们是拍的是那个跑车的那个，就是什么假发的。对，想起来哈。哦，对，其实，在那之后，其实我们就有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当然还是有在关注啦。当然，与男生有约做出来，一定要找合作过的男生。当年为什么要从印尼来到台湾？从小啦，周末的时候，我爸会带我去电影院。然后其实电影院离家里蛮近的，走路步行大概10分钟，10来分钟就到了。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刘德华。对，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演戏这一部分，觉得蛮有兴趣。我长大之后想要成为像他这样子的人，就从小的时候，就连国小都还没。那时候在2007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签给环球唱片公司，就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印尼算是对华语歌曲这一块很热血，就是想说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在印尼，就算印尼这个市场，你说成熟吗？当然不成熟。对，那我们很坚持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成为全印尼第一个出华语专辑的歌手。所以你是全印尼第一个出华语专辑的歌手，而且是算是在一个蛮大的全球性的一个唱片公司。所以那时候出了那一张专辑，2007发行到2009合约到期了。我们是从2002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是到处演出，就是演唱会啊什么的。可是专辑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大家觉得说，毕竟走到专辑了，那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了，那其他人就想说先休息一阵子。那我的话，我觉得太可惜浪费了，对，因为我们一休息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回来，所以决定就是说，其他人可能要休息，其他3个朋友，那我就决定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发展我自己想要走的个人的一条路。在印尼一定累积了不少的歌迷朋友、影迷朋友，但是在台湾是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状态之下，是的，那时候你的
心态上，说真的哦，其实必须说从零，就是归零，从零开始。因为在印尼，我就是毕竟是已经有累积一段的时间经验等等。那在台湾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啊。对。然后你那个心态，当初在印尼跟在台湾又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团体，就是他们公司帮我取，就是 Winter， 就是有 Spring、Summer、Autumn、Winter。那我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的心还是 Winter 的那一个人，就是我们4个人里面呢，唯一一个我就是如果碰到媒体啊、记者会什么等等的，我是唯一一个不讲话的。你是唯一一个不讲话？对，那其他人就是在回答问题，然后我就在旁边点点头，笑笑，尴尬，很尴尬，就是社交能力不是很好。可是，在台下的我跟在台上的我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音乐开启了，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4个人演出的时候，音乐开启，我会觉得说，哦，一旦我融入到音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了。那在台湾的生活的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也不太跟别人就是那种聊天社交哈，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开口说，你好，我叫 Winter， 我来自于印尼，然后我就不太敢开口。然后可是我的心里就很想，就是在台湾可以有那种单飞的事业。其实说真的，从印尼来到台湾的那种就是音乐人，其实没有对不对？你是第一个。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第一个吧？现在吗？现在应该慢慢后面会有一些朋友会跟过来。可是他们是不是在这边留学？然后就是一边留学，然后可能就是拍广告，或者是就是上一些节目，可能就有了。可是那时候我过来的时候，我就去一些经纪公司啊、制作公司啊、广告公司，我去问他们，他们说印尼是马来西亚，对不对？我说啊，印尼不是啊，印尼就是印尼，印尼是一个国家，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对。然后马来西亚是在我们的北边，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区的那个华语的歌手或演员，他们早就已经到台湾了，对，逃到台湾、香港等等，所以他们会比较认识马来西亚，而印尼就这样子就慢慢就被排到不知道第几了，比较没有存在感。那甚至很多人会知道巴厘岛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印尼的一部分。巴厘岛应该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巴黎是印尼的一部分。对，可是很多人会知道巴厘岛，他们以为巴厘岛是一个国家，因为为什么就很有名啊？刚来到台湾的你，那时候生活应该是挺辛苦的。很辛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中文，其实说真的，我也从来没有学过中文。那在印尼也没有学过中文，然后来到台湾也是，其实说真的。利用我在台湾补习中文的那种身份跟那个时间，去偷偷的，就是找时间出来去经纪公司啊，或者是广告公司啊、领演公司啊，就是去投我的自己的履历表。那履历表投进去，他们就开始问我面试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不是台湾人，那我中文讲的又不是很好，可是我想要试试看，如果在这边有什么案子，可能比较适合我这样子的人，这个角色，那我很乐意想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乱撞，然后没有人带，没有人讲，那时候那心态真的很。因为是你的中文不好，或者是你的都是，中文也不好，然后环境人生地不熟嘛，因为毕竟从来没在台湾待过，对，不是在这边长大的，对，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就是用试的方法，鼓起勇气说我试一下，用这样子讲。其实慢慢就是久而久之就慢慢会找到哦，原来在台湾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受欢迎。过了多久之后，在台湾你终于觉得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希望。2010那时候第一次来台湾，那时候我记得年底的时候，在某一家广告公司有一个案子叫做我能给的 MV，那是吴克群那时候出那张专辑叫做没关系，然后他们就说哦，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反派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在印尼之前会健身，然后在台湾其实说真的那时候也没几个人会健身，然后人家觉得哇你这么壮太恶心了什么之类的，他们觉得说你其实在台湾不太适合台湾的广告、台湾的角色，因为觉得你知道早期那时候台湾就是比较
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那时候其实练得比较壮的时候，人家觉得啊不适合。那个 MV 吴克群刚好就是讲到吴克群在那张专辑有在练身体，然后要找一个就是反派跟他就是对打的，至少也是身材也要有一点壮的，所以那时候他说就是你了，你就是当老大。所以那时候拍了之后那一个 MV， 我觉得应该从那时候开始就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觉得应该之后的路会有希望的。之后的路就更有希望了吗？说真的是有，可是那你满意吗？满意吗？我是希望我可以每一天一早起床，我想到的只有就是要么就是音乐，要么就是演戏。应该是说下一辈子吧，如果有机会。能不能再给我机会？能不能再陪我走一回？能不能再对我说一句安慰？能不能再爱我？别说无所谓。谢谢你再陪我，再给我机会，再爱我一回。演艺圈不是我可以每天在那边耗时间去赌的，所以毕竟因为从印尼来的，我必须要养家，所以我必须要慢慢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想，去考虑。你说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是哪一个方向？我后来在台湾慢慢就是跟旅游业这一块有关系，因为当导游。没错，因为很多从印尼来的朋友，他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很缺，就是在台湾的印尼人比较熟当地的，然后也是对旅游景点等等比较有经验的，所以这个部分只要是有一些朋友团体什么的，他们说，我来台湾可不可以找你？我就说好啊，那顺便带你去玩这样子。那慢慢就接入到这个旅游业，就是当导游这一块。那我几年前我就开始在印尼就是成立我的旅行社了。对，就是慢慢就是一定要，只能说这一行就是演艺事业是很现实的。你随着年纪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绩的话，知名度的话，你必须要先考虑到有没有 Plan B， 就是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慢慢就往事业啊，其他事业就生意、旅游业这一块，旅游其实是把人带来带去嘛，从哪一个国家带到哪一个国家。那我去年开始我就在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行业，就是不是把人带来带去，而把货带来带去。所以接着你就做了贸易，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概念也差不多。第一是人运来运去，第二就是货。你对于这个你喜欢的演艺的事业，在做自己的事业什么等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是现实的这一面。可是我真正觉得，我可能就是偶尔接一些广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出专辑，然后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然后就唱几首歌，我会觉得说，那个才是真正可以让我活过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是满足自己从小时候就很喜欢的兴趣，对不对？那是真正的我真正可以呼吸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可以成为我自己。哪一个作品是你最骄傲的？之前在台湾有拍过的周杰伦的第2部自导自演的电影，叫做《天台》。那一部片就是要有一点练身材。对。然后就说，我这个印尼朋友其实他就已经练好身材了。我去面试的时候，去试镜的时候，直接就在那个片场，他们在拍片的时候，我就去。然后那时候杰伦就看我一眼，觉得说，这个不错，就这样子，就说 OK， 就试试看。可是他就说一句话说，可不可以留一下胡子，看看那什么感觉？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留胡子看看什么感觉，我就回去就留胡子了。然后结果第2次见面的时候，就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就直接就跟杰伦直接对戏，他就说，来，你的角色就是这个，然后你自己演出什么感觉？我不会限制你要怎么演，你自己演出你自己感觉。我觉得我很喜欢，然后他当下觉得，这个就是我要
在里面的角色，我就是要找到这样子。原本啊是没有角色的名字，就只有阿弟跟阿华就这样子。后来他想说，哎，没有你演出来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一个名字，叫做罗门。罗门在漫画里面就是一个角色，就是他很能打的。他说我给他的感觉就是那样子，所以在里面的角色就变成罗门。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场戏嘛，我其实也很紧张。他就说不用紧张，反正你就做你自己的那个罗门就好。他说 action 那时候。我就在那一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变成了那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当下就是罗门。从我演开始到演完的时候，导演没在喊卡。演完之后我已经不知道该演什么，因为我的部分全部已经演完了。然后导演那时候没喊卡，然后我想说怎么了？然后导演可能愣一下，他讲咔，好了，到了。因为其实那时候可能大家就有一点就是没想到。很意外的，哎，原来是这样子。你就不能控制自己的，就这样继续演下去，对不对？可是，一旦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哦，怎么就是整个感觉全部就有了，就到位了。这一部片其实也是在印尼算是被很多人就是看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这个国家印尼人永远都不会站上亚洲或台湾这个平台，原来也是可以。因为那时候说真的，他们很崇拜周杰伦，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印尼一个人会跟周杰伦有对戏，甚至是打戏。对。然后在里面就是因为我本身对武打这一块有兴趣，对，所以我就直接就在武打这个部分忍一下了，然后就整个就很顺手。演戏是你很爱的，武打也是你的最爱。在48小时的比赛里面，你也做了一个武打的电影。对。我看他们前一年的那个活动，我看到怎么每一次他们如果拍短片的话，为什么只有那种比较文艺片，你知道爱情喜剧片？那为什么没有人来去玩一玩动作片？动作片很好玩啊！我还是找一些朋友说来，我们一起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来一个短片动作片。我之前在台湾有拍过《痞子英雄》电影第2人，在里面其实有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从美国的团队全部过来。我就跟这些朋友说，我们一起是从痞子英雄过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里面我们可以很假，可是效果就很差。不如我们来个真的就好了。难得一辈子，你可以玩出一个自己，你觉得虽然只是一个短短的影片而已，可是爸爸觉得在这边里面，爸爸很骄傲，有把那个武打的部分诠释得很好。真的，我们拍完从头到尾，拍完之后有一些伤口是根本不是特效去画出来的，就有了，是真的，真的。就像我那时候就是有一幕，就是整个被打下去，头整个就倒在地上，以那个高度淤血，就是淤血2个礼拜吧。可是你拍完之后，你看到那个效果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对。拍完之后，没想到48小时微电影会有新的奖项出来，就是最佳动作制造。对。那时候非常觉得跟朋友一起说非常骄傲，因为从来没有的这个奖项，为了这部片，他们说这个一定要给一个最新的，就是最佳动作这个奖项。所以那时候就其实我还记得那部短片得到3个奖项。你是一个比较注重私生活的人吗？是吗？对。今天带了一个那个是。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规划，我应该在25前就要找到一个好对象，就直接成家，然后就一辈子就这样子。是。其实从小就这样子的规划。是。可是发现说，不行。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是属于那种很有理想主义的，我很多梦想想要实现，我很想要成为这个，我很想要做到这个。我的人生从来没想到我会到国外发展，并且在台湾找到对象。对，其实我比较不属于那种会出去玩，或者是跟朋友去唱歌啊。你应该都是以健身为主的。我比较宅。我比较宅，我比较喜欢在家里，可能就是在家里啊，看电影啊，听歌啊，做菜啊。那我比较喜欢这样子，比较宅。他就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跟我说，走啊。我说去哪？我朋友生日。然后呢，他说一起去啊，一起玩啊，我介绍你朋友。我说好啊，去了。我在那边的时候就认识现在我这个太太。
人生其实就是不会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走啦，是梦想的事业可能还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但是意外的达成了另外一个目标。对，好，我觉得你是一个梦想家，那你太太对于你的梦想是支持的吗？其实我在感情这一块，我也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如果不是真正遇到对的人，我应该也不会就是很坚持说要到家庭这一块，因为对我来说，家庭这个东西不是拿来玩的东西，不是说散就散，不是说离就离，不是说分就分，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对家庭这一块，它不是一般的谈恋爱，或者是跟任何人交往那个阶段。Winter 应该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你在拍片的时候啊，就会想说，你是练健身的，身材很好，那种都不太敢拖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那个 Jacob， 他很大方，但是就是觉得是你很保守一个人，是自己本身就这么保守吗？应该是说我从小就像刚刚我有提过的，就是我这个人很害羞、很怕生、很内向，这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本性。再加上印尼那个环境，所以对于裸露这件事情，你是介意的？对，比较不太习惯去展露自己的身材。对。但是听说老婆其实她是比较对于这方面是喜欢的。其实台湾人其实现在就是年轻人也是很自由的，想要去表现自己。所以当你是一个保守的人，太太是一个稍微比较开放一点的人，你们如何的磨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决定要结婚？我这个人其实很重感觉，如果感觉是对的，其实很多东西是后面慢慢去磨合，可是如果感觉不对的话，其实要去磨合也是浪费时间，对，力不从心，对不对？那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感觉对或不对。刚开始的感觉，听说是不对的。这个从视觉上好像不太是我能接受的东西。对。可是，有时候人又不是不单单一些外在看到的东西，人就是真的要靠相处。所以其实，在之后的话，因为也有保持联络，我们就会聊到说，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所以，因为知道我们其实也不是那种10几20几的小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必须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去做想，对，去规划。因为我们是从先讨论说我们人生的规划，我们人生的三观、目标等等的，先讨论这个，觉得不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场合会让人家觉得说，本来那个场合当然是要表现自己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单身的什么的，就觉得那我就不可能在唱歌或者是夜店，然后穿个西装，然后或者是穿个工作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也很正常。可是开始相处、聊天、了解彼此的时候，原来这个就是找到对的感觉。那之后才开始说，那不然我们就交往。然后交往是觉得，不错那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进入到。你真的对于你的人生真的是很有规划跟梦想的人。梦想，对，梦想其实占了你生命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对。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我觉得我想成为带给我身边的人，当然最好是可以全世界，带我身边的人开始可以带给他们幸福的。对，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越来越广，我可以带给他们幸福。这幸福可能是从我做的东西，就演艺事业也好，或我的事业也好，我可以帮助他们的东西，这是一种幸福。具体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带给很多人那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是
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好，谢谢，谢谢。